喂，是帽子吗？我丈夫出事儿了。你这个疯婆娘，离婚！我们李家不要你这个疯女人！妈，您再喊一句，李大强就别想再站起来了。你伤了我儿子，还敢抱帽子！帽子来了，抓的就是你！正好，我也有一笔账要跟你们算算。我给萌萌攒了5年的手术费，42.35万块，李大强拿去投资，全亏了。我倒要问问，夫妻共同财产被一方擅自挥霍，法律上怎么算？林静，我错了，我也是想给萌萌治病，才去赌运气啊！够了！我远嫁你家7年，你挥霍5年，连女儿的救命钱都亏，你这种人就不配当爹。林静，有话好好说，大强是你丈夫，你不能。丈夫，有话和帽子说，这婚我离定了。走，你走！那丫头的病等得起吗？手术费你拿什么凑？你迟早回来求我们。萌萌，这委屈咱不受了。妈妈就是把自己豁出去，也一定会救你。如烟姐，离了婚，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？我这儿有个活儿，只要工作1个月，到手的工资足够你治好萌萌的病，你接不接？什么工作1个月能给这么多钱？秦家要给秦风的儿子找个妈妈。你先别急，不是真的让你马上嫁过去。秦老夫人让秦风从推荐的人里选一个，先相处1个月，合适就继续，不合适就走。拿婚姻当工作，拿孩子做实验，所以我才想到你。你不会哄着孩子演戏，更不会为了钱骗人。萌萌能跟我一起去吗？能。萌萌的手术不能再拖了，选中以后钱什么时候给？协议签完当天就给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公司想和秦家合作，把你推荐过去，算是我送秦家的一个人情，但我不会逼你替我说话。最后能不能合作成功，我自己争取。只要不骗孩子，不做违法的事儿，这个工作我接。明早9点，我带你去秦家。他也是来面试秦夫人的。秦家的门槛什么时候这么低了？门槛高不高，主人说了算。今天谁能留下，不看家世，不看礼物，只看他能不能让安安接受。老夫人放心，我学过儿童心理，和孩子相处最有经验。我特意给安安准备了限量版玩具，她一定喜欢。就你们3个，把礼物收回去。秦先生，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他缺的不是玩具。你没有话说。您想选的是能和孩子相处的人，孩子还没来，我说的再多也没用。孩子需要引导，大人只要定好规矩，他自然就会接受。接受和服从不是一回事。你叫什么？林静。这是你女儿。是，她必须和我一起生活。你还要带着自己的孩子住进秦家？秦家可以不选我，但我不会为了被选中，就把自己的女儿丢下。你知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想进秦家？我知道，但我来这里是为了给女儿赚手术费，不是为了丢掉她换一个好日子。既然只是为了钱，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会真心对安安？我缺钱，所以我不会装清高，但拿工资做事和拿孩子骗钱不是一回事。这是你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剪吗？你也是来当我妈妈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来找工作的。你怎么能这么跟孩子说话？那他们为什么说要给我找妈妈？因为大人觉得你需要，但你愿不愿意，也应该由你自己说。我不愿意，也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人会逼你接受一个陌生人。
今天到此为止。秦先生，我们还没有和安安说话。对啊，他只是说了几句话，您不会就决定选他了吧？林女士，你留下谈谈你的条件。先别急着选我，我的条件，秦家未必能接受。秦先生，他连一句会照顾孩子的话都没说，凭什么留下？他自己还有个生病的女儿，哪有精力照顾安安？我的女儿需要治疗，不代表她是我的负担。你们想证明自己合适，可以用其他办法，为什么要说一个孩子？我们只是替秦家考虑。秦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要你们用一个孩子做文章？管家，送客。两位，请。萌萌，没吓到吧？现在说说你的条件。第一，我可以照顾安安，但不能逼她叫我妈妈。不让叫妈妈，那我们找你来做什么？一个称呼换不来感情。您真正想要的是安安身边有个能关心她、陪伴她的人，而不是让她背一句话。太奶奶，我可以以后想叫的时候再叫吗？当然可以。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呢？两个孩子要被平等对待。萌萌不占秦家的便宜，安安也不能因为身份高就理所当然的让着她。你不要求秦家替你女儿安排最好的生活，我想让她治好病，也想让她过好日子，但这些要靠我去挣。她住进来，只是因为她不能离开我，而不是来做秦家小姐的。你明明很缺钱，却不想让女儿得到更多。缺钱可以想办法，习惯伸手却很难改回来。我希望她知道，别人愿意帮忙要懂得感激，但不能把别人的好当成应该。第三个条件是什么？工资要在签订协议后预付，萌萌的手术等不起。可以。我还没说完，如果1个月后安安不接受我，我会离开。已经付给我的钱，我会按照实际工作天数留下，剩下的分期退还。你知不知道那笔钱有多少？拿到手以后你还愿意退？那是萌萌的救命钱，我比谁都想留下，但我不能因为自己走投无路，就逼另一个孩子接受我。你的3个条件，我全部答应。你就这么定了？奶奶，您要的不就是安安愿意亲近的人吗？我可以看吗？可以，这是我画的家。你画的真好，可这里为什么空着呀？我还没想好画谁。那就慢慢想，画纸是你的，你想画谁都可以。安安，你先带妹妹上去休息，奶奶有事要和阿姨说。管家，把合同拿来。怎么，你又不满意？这里写着我必须随时配合秦家公开露面，还要以秦风妻子的身份回应外界，这个我不能答应。你进了秦家，却不想承认身份。我们没有感情，也没有婚姻，只是在尝试共同照顾孩子。我不能为了让别人相信，就当着孩子的面撒谎。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身份，你竟然往外推。老夫人，我今天答应1句假话，以后就要用10句假话去圆。孩子每天看着大人说一套做一套，他学到的会是什么？不需要公开表演，也不需要他假装我的妻子。那外面的人怎么说？日子是我们的，随便他们怎么说。喂，您好。林萌萌的手术提前了，今天下午5点前必须补齐费用，否则只能延后。请您一定给我留到5点，我会把钱交上。还等什么？把工作内容写清楚。我急着救女儿，但不能稀里糊涂的拿钱。现在可以了吗？秦先生，工资已经转过去了。萌萌，可以做手术了。老夫人，门外来了一家人，说林女士拿走了他们的钱，要求秦家立刻把她交出去。他们来的正好，有些账也该当面算清楚了。林静，好啊你，拿着我们李家的钱跑了，现在还住进这么好的房子。你说我拿了李家的钱，拿了多少？40多万，那是我们一家的钱。秦先生，你别被他骗了，她为了攀上秦家，连丈夫和公婆都不认了。第一，
我离开是因为你动了萌萌的手术费；第二，是你亲口答应的离婚；第三，我今天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合同里写明的工资。工资1天不到，人家就给你40万，谁信啊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5年我做过3份工，每个月的工资都转进卡里。这是我在饭店做工的工资，这是我给人做手工的收入，这是我每天凌晨送货攒下的钱。你们谁往里面存过1分？你嫁进李家，挣的钱当然也有大强1分。5年里，检查费、药费、住院费，他出过多少？大强也有难处。163次缴费全是我的名字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一家人，但萌萌需要钱的时候，你们谁都有难处。现在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要钱？那47万是怎么没的？问他。我只是拿去投资，想着赚了以后给萌萌做手术。你转钱那天，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医院已经通知缴费？是。我是不是求过你，就算只是100块，也不能动那张卡？是。那你还敢说是为了萌萌？你明知道那是他等了5年的手术费，却还是把钱全部转走了。大强是做错了，可你现在不是有钱了吗？你帮大强把欠人家的投资款还上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你欠了多少？就28万，林静，你帮帮我，我以后一定还你。对，你现在靠着秦家，28万算什么？赶紧把钱拿出来。刚才你说我拿了李家40多万，现在你又让我替李大强还28万，那到底是谁拿了谁的钱？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这是我的事，我自己处理。这是你投资时签下的风险确认书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资金由你个人决定使用，亏损和追加款也由你个人承担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你拿走手术费以后，我去找过那家公司，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只会哭？你不是说只要再补28万，本钱就能全部拿回来吗？项目早就结束了，没有追加投资，也没有什么拿回本金。他要这28万是想投另一个项目。项目半个月前就没了，你连我们也骗！妈，你听我说，这次真的能赚回来。你还想碰运气？你把萌萌的手术费赔光还不够，还想让我们陪你继续疯？你今天不是来接我，也不是来关心萌萌，你只是知道我有钱了，又想让我替你的侥幸买单。静静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帮我最后一次，我保证以后好好过日子。这句话我听了5年。我省下1顿饭，你说以后补给我；我熬一个通宵，你说以后让我享福；萌萌等着手术，你还说以后一定负责。可萌萌的病不能等以后，我的人生也不能再等以后。从今天起，你欠下的账自己承担，萌萌该有的责任你也别想逃避。走，你自己惹出来的事儿，回去说清楚。还站着干什么？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别再想着我还会回头，萌萌的手术费我自己挣到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拿女儿的希望赌你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以后。你明明可以让秦家替你解决，为什么非要自己面对？因为我是来工作，不是来找靠山的。我要让萌萌知道，人可以接受帮助，但不能把自己的人生交给别人。李女士，医院来电话了，萌萌的手术排期又有变化，需要家属马上过去确认。我送你。先去医院，孩子的事情我们一起安排。原定手术临时空出位置，林萌萌今天办理住院，明天上午就能安排。所有检查都符合要求吗？符合，下午完成术前准备，家属签字后就可以按正常流程进行。谢谢，谢谢您。还有问题？萌萌明天就要手术，手术以后我要留院照顾萌萌，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在秦家住。所以呢？工作从萌萌出院那天开始计算，在此之前，这笔钱算我向秦家预支的，我会另外写一张说明。照顾萌萌也是合同的一部分。什么意思？安安生病，我不会要求你只管工作。萌萌手术，我同样不会要求你丢下她。
合同期限从今天开始，条件不变。可我还没有为秦家做任何事。你在客厅里让安安明白，她有权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对我来说，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。秦先生，谢谢你，但我不会因为这份帮助就降低工作标准。当然，我也不会因为对你的欣赏就降低要求。老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刚签完约就跑来医院，我当然要来看看。你是不是准备拿了钱不认账？别急着感动，我带安安过来是让你正式上工的。萌萌，我可以坐这儿吗？可以。你上次问这里为什么空着，我还是没想好。你能先帮我画一朵花吗？你喜欢什么颜色？黄色，像今天的太阳。安安平时不让别人碰这张画，她愿意分享，是因为萌萌先问过她的意见。萌萌安心手术，安安这几天我照顾，你不用两头跑。我签了合同，不能把事情全推给您。照顾自己的女儿不是推卸责任。等萌萌出院，把秦家那顿冷饭解决了。冷饭？爸爸每天回来很晚，我想等他一起吃饭，可他回来以后，饭总是冷了。以后不用等我。可是一个人吃饭不像一家人。你等爸爸是想和他一起吃饭，还是想让他知道回家？我想他回来陪我。那就别用饿肚子等。爸爸回家以后，不管多晚，都告诉你一声。爸爸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从今天开始我就照做。拿钩。秦先生，答应孩子容易，但做到才难。林静，你可以监督我。今天也不等爸爸吗？等，但要先吃饭，我们不能饿着肚子等人。爸爸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早？因为我答应了要回来陪你。还没想好空位画谁？我想好了，但画之前我有一件事要问林阿姨。你问。你住进来之后，会把我妈妈留下的东西收走吗？你为什么会担心这个？以前有人说，新妈妈来了，旧东西就要收起来。谁对你说的？我只想知道林阿姨会不会这样。妈妈留下的东西属于你，也属于你和爸爸过去的生活。任何后来的人都没有资格替你扔掉。一件都不会吗？一件都不会。新来的人只能给自己找位置，不能抢走原来属于别人的位置。我的爸爸虽然做错了事，可妈妈也没有让我扔掉以前的照片。妈妈说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不会因为我们换了个地方就不算数。那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妈妈的房间吗？安安，你愿意让他们进去？愿意，但进去以前要先敲门。好，那是属于你的房间，你定规矩。林阿姨、萌萌，你们可以进来了。爸爸说，妈妈离开前每天都用这个哄我睡觉，她的声音真好听。你妈妈一定很爱你，爸爸也是这么说的。那你更要好好保管，以后想她的时候就来看看，不需要藏起来。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？我为什么要介意一个全心全意爱孩子的人？他给了安安生命，也陪他走过最开始的几年。尊重他，不是在拒绝以后，而是在告诉安安，他不必为了接受新生活就否定过去。我现在知道这里画谁了。安安，你想清楚了吗？妈妈在这里，你们在这里，谁也没有抢谁的位置。谢谢你愿意把我们画进去，不管你怎么称呼我，我都会尊重你，也尊重你的妈妈。这些年，我以为不提起她，安安就不会难过。孩子不说，不代表他忘了。想念不是坏事，遗忘才是。被允许想念，他才敢往前走。秦总，林静已经顺利留下，您是不是也能优先考虑跟我们合作？林静留下是因为她适合安安，合作能不能成，要看你的产品和报价。林静，你倒是替我说句话呀！要不是我推荐你，你哪来萌萌的手术费？如烟姐，你帮我，我一辈子记着。
但安安不是我用来还人情的筹码，秦家的生意也不是我说了算。我没让你拿安安换，我只是让你帮我说一句好话。一句好话以后呢，产品出了问题谁负责？秦家因为我信了你，你又会不会觉得只要我在这里，准备的差一点也没关系？你不用为任何人担责。我不替他担责任，但我要还他的人情。你什么意思？同类产品价格比你低1成，你的报价没有优势，交货日期写得太满，晚到你就会违约。还有，质量责任只写了退货，没有写补货期限。秦家不可能拿自己的销售渠道替你承担风险。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？从你进门后，你想要合作，就把这些全部改掉，用产品说话。按照林静指出的问题重做，3天后产品通过检测，报价合理，我给你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你愿意让我重新提交？不是因为你推荐了林静，是因为她证明了这份方案还有改好的价值。我刚才还怪你不肯帮我，原来你已经把真正的问题找出来了。人情只能替你敲门，不能替你站稳。你要真想和秦家长期合作，就别想着走捷径。好，我立马回去重做，这次我一定靠自己把合作拿下来。你替柳如烟看出了3个问题，那你再帮我看看这份东西有没有问题。秦总，你要提前结束协议。如果你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，可以直接说，工资该退多少，我1分都不会少。你还没看内容，怎么知道是让你走？提前终止不是让我走，还能是什么？你先看完。你要让我留下工作1年？不是我要，是安安需要，萌萌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。1个月决定去留，对2个孩子都不公平。如果秦家提前终止协议，要支付我1整年的工资。对，这条不行。别人都是嫌钱少，你怎么还往外推？秦家愿意给我保障，我很感激。但1年工资不是小数目，如果我做的不好，秦家凭什么还要养我1年？那你想怎么写？双方都可以提前结束协议，秦家按照实际工作时间支付工资。若是我做错了，我承担责任；若是秦家不再需要我，我也不会赖着不走。你不怕有一天秦家突然反悔？我当然怕，但真正的稳定不是靠占便宜换来的，是靠能力得来的。你以为想走就能走？安安刚把你划进家里，你至少要提前1个月告诉他。这条可以加，孩子需要时间接受变化。1年正式协议，从今天开始。我会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不只是工作。秦总，大家都知道柳老板和林静的关系，今天这场竞争还有比的必要吗？我的方案是重新做的，产品也送去检测了，你凭什么说我靠关系？没有林静，你连坐在这里的机会都没有吧？赵经理，你觉得怎样才算公平？不看公司，只看检测结果，谁的产品好，秦家就选谁。可以，你说可以就可以。你能替秦总做主？我不能替秦风做主，但你刚才要求的办法，秦家已经提前做了。2份产品进行同样检测，由采购部和检测人员分别封存，没有人知道编号对应哪家公司。结果呢？1号样品合格，报价低 8%， 补货期限3天。2号样品有2项不稳定，报价高 10%， 补货期限7天。1号肯定是我的，我们做了10几年，怎么可能输给他？公布编号。1号柳如烟公司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弄错了。样品由双方当面交付，每一步都有记录，不存在调换。我通过了，我的产品真的通过了。按照检测结果，秦家选择1号样品。林静，谢谢你那天点醒了我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改好了产品。说到底，检测的办法还是他林静提的，谁知道他有没有提前告诉柳如烟标准？秦家给你同样的机会，你输在产品，还把责任推给别人，这样的合作方，秦家不会考虑。这份合作，我一定凭质量守住。你今天帮柳如烟拿到合作，算还债了吗？合作是他自己争来的，我只是没有让他走歪路。那你留在秦家，也是因为工作和工资？一开始是，但现在有安安。如果有一天，安安长大了，不再需要你照顾呢？林静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也希望你留下。秦风，你现在希望我留下，是因为我适合照顾安安，还是因为你喜欢我？都有。那还不够。哪里不够？安安需要我，你就容易把感激当成喜欢。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帮了我，我也容易把依赖当成感情。我们现在做出的决定未必是正确的。
你认为我分不清感激和喜欢？我相信你能分清，但我需要时间分清我自己。你需要多久1个月协议还没有结束，在这之前你是我的雇主，我是拿工资做事的人。所以，你是在拒绝我？我不接受现在开始，但不代表未来我们没可能。好，我等协议结束。到时候我也不一定答应。那我就凭自己的表现，争取一个机会。2位，不再考虑一下吗？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。我也是。愿2位以后认真生活，善待自己，善待林静，等等，还有事吗？有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叫我来这儿有什么事儿？项目的事情我已经全部说清楚了，那28万我不会再投。那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不需要告诉我。我把车卖了，又退掉了之前买的那些东西，一共凑了8万，你先拿去给萌萌治病。这钱虽然不多，可已经是家里现在能拿出的全部了。这8万是借给我，还是你李大强承担萌萌应有的责任？如果是借，我不要；如果是你作为父亲该承担的费用，那就把话说清楚，别等萌萌长大以后又说你为她付出过多少。不是借，是我该出的。那就把日期、金额和用途写下来。萌萌每次检查需要多少，后续恢复要花多少，我都会记清楚。你承担的是责任，不是用钱买原谅。一定要这样吗？我给过你的机会不是1次，是5年。每一次你说以后会改，我都相信了。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拿走了萌萌最后希望。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，我不再是那个替你收拾残局、陪你等待以后的人。8万，是我承担萌萌的治疗费，剩下该由我承担的部分，我按月转给你。我会把每一笔钱都用在萌萌身上，也会把记录发给你。但除了孩子的事情，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走吧，自己弄丢的家，怨不得别人。原谅一个人，不代表一定要回到他身边。我要的不是迟来的后悔，是从今以后再也不辜负自己。这1个月，秦家终于有了家的样子。太奶奶，你看，我把所有人都画进去了。那你准备把它挂在哪里？挂在客厅，这样林阿姨每天都能看见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林女士，今天是1个月协议的最后一天，这是秦先生让我准备的工资结算单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我答应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要不要继续留下，我需要重新决定。那还等什么？新合同不是早就签了吗？对不起，那份1年协议我决定终止。你要离开秦家？你连行李都收好了？是，萌萌的手术已经完成，我答应秦家的事情也做到了，我需要重新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。林阿姨，你走了以后还会来看我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永远都会来看你。你已经决定了？决定了。好，我尊重你。当你走出秦家的那一刻，我不再是你的雇主，林静，我会以一个男人的身份正式追求你。林阿姨，你什么时候来看我？这个周6，我会带萌萌去公园，只要你爸爸同意，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去。爸爸，你同意吗？我同意。这幅送给你，家里还有一幅一样的，这样我们都能看见。谢谢安安，我一定好好保管。我可以自己走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问，追求你需要遵守什么规矩？第一，不能拿孩子当理由；第二，不能用钱替我做决定；第三，不能影响我的生活和工作。还有吗？最重要的一条，不许因为我拒绝1次就认为我是在耍性子。愿意就是愿意，不愿意就是不愿意。我记住了。他都要走了，你还在这记规矩，倒是留人呐！他留下，必须是他愿意。秦家第1次验货就发现了2处包装问题，幸亏你提前给我做了检查表，不然我刚拿到的合作就要出问题。现在发现还不晚，问题不在产品，是包装工人赶时间，少做了1次封口检查，所以我更需要你采购、验货、交付，你比我公司那几个经理看的都细。来我公司做项目主管，工资你说了算。你想让我管一个项目，还是所有项目出了问题都来找我？这有什么区别？只让我救火，问题永远解决不完。我要去，就要重新定流程，谁验货，谁签字，哪个环节出问题，责任到人，做得好有奖励，出了错也要给人改正的机会。这些都是你这半个月做的，
你帮过我，我愿意帮你，但我要靠自己的能力拿工资，不需要特殊照顾。项目主管不够，你来做运营负责人，工资按公司同职位最高标准，我再给你业绩奖励。秦总追人就带这么点东西，安安让我送来的画笔，周六画画，他少带了一盒。谢谢。没有花，没有首饰，连个贵重礼物都没有。他的规矩里没有允许我用礼物换机会。秦总真按你的规矩追，目前还算合格。只是合格。秦总来的正好，刘总准备聘请我做运营负责人，以后秦家的合作项目由我对接。请问秦总会不会因为私人关系降低验收标准？不会，相反，我会按要求回避，并且最终验收不由我签字。好，这样以后谁也不能说我的合作是靠关系。那我接受这份工作。当初我把你介绍进秦家，只想着替自己争取一次合作，没想到最后是你帮我把公司撑了起来。你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也给你一次机会，能不能走得长远，要看我们自己的本事。秦总，柳如烟连续2个月拿到订单，林静又成了他公司的负责人，还敢说这里面没有私下照顾？你说我们得到照顾，证据是什么？柳如烟3次报价都只比秦家的底价高一点，如果没有人提前透露，他怎么可能算得这么准？我从来没见过秦家的底价，哼，你没见过林静呢？他和秦总关系不清不楚，想拿到一个数字有多难？注意你的用词。让他说完。你不就是靠秦风吗？离开秦家才几个月，就从一个照顾孩子的人变成运营负责人，谁信你有这个本事？这是2次报价前的成本，每一份都有供应商的价格，还有运输费用和利润。每次封存时，我都让3家供应商分别签字，并将核算结果发到公司公开邮箱，时间记录改不了，供应商的签字也改不了。邮件发送时间都在秦家公布底价以前。现在轮到我问你了，秦家的底价只在今天上午确定，你却知道我们的报价只高了1点。这个没有公开的底价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口口声声说别人泄露底价，可最先说出底价的人是你。我是猜的，连高了多少都能猜中。赵经理，你不是来揭穿我的，你是来暴露自己的。从今天起，取消赵经理公司的合作资格。秦总，你不能听信他的一面之词啊！你非要我把证据摆在你面前？从今天开始，林静不再担任运营负责人。刘总，新流程是林负责人建立的，业绩也是他带着大家做出来的，为什么撤他？他从来不抢功劳，出了问题却第一个站出来承担。他要是被撤，我们不服。刘总，如果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请你直接说明。运营负责人这个位置已经配不上你的能力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正式聘请你担任公司总经理，并拿出10%的分红权。总经理这个位置，林负责人当之无愧。林总，以后请您继续带着我们干。你不愿意，还是觉得10%太少？不是太少，是太多。公司是你多年打拼出来的，我不能凭3个月的成绩就直接拿走10%。凭成绩拿分红，公平，我们服气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以后别只替我解决问题，要和我一起把公司做大。好，我们一起做。秦总，林静现在成了林总，你再想用工资请他回秦家，恐怕请不起了。我从来没想过再用工资留下他。那秦总今天来是为了工作？今天是我按照你的规矩追求的第90天，我没有借孩子留你，没有用钱替你做决定，也没有打扰你的工作。90天，你每天都数着，一天也没忘。所以呢？今晚7点，我想正式请你吃饭，不谈秦家，不谈工作，也不谈孩子，只是秦风想约林静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好，我不打扰你。明晚7点有时间吗？今晚我答应了陪萌萌吃饭，明晚这顿我请你。这算你接受我的追求吗？不算，因为从明晚开始，不是你一个人追了，我们平等的了解彼此，也认真的走向对方。林静，明晚7点，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。半年前，公司还在为一个订单发愁，可今年，我们不仅拿下了秦氏集团的项目，还新增了27名员工。但我今天还要宣布一件事，
从现在开始，林静不再只是公司的总经理，她还是公司的合伙人。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只想挣到萌萌的手术费。是大家让我明白，一个人站起来不只是为了摆脱过去，更是为了有能力帮助更多人。林总，我们愿意跟着您一起干。以后公司招聘，同等条件下优先给需要重新开始的人机会。我们不施舍任何人，只给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一次公平证明自己的机会。妈妈站在最中间，因为妈妈最厉害。爸爸站在林阿姨旁边，因为他说以后所有决定都要和林阿姨商量。林静，1年前你说我们要平等的走向对方，现在我走到你身边了吗？秦总追了这么久，连自己的成绩都不知道。这份成绩只有你有资格评定。秦风，恭喜你，你合格了。林静，你愿意和我结婚，让我们一起经营这个家吗？我愿意，不是因为你救过我，也不是因为孩子需要，而是因为我爱你，也相信你会尊重我。自己的人生，从不是等谁来拯救，而是在最难的时候，仍然相信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。